很多人以为 AI 会让创业机会变得更多，但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。AI 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淘汰绝大多数普通创业者，因为当技术能力被无限放大之后，生产能力会迅速过剩。过去一个团队做的事情，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。过去一个行业可能只有几十个竞争者，未来可能会有几千个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大多数普通生意都会被压缩到几乎没有利润。所以 AI 时代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机会，而是谁还站在更有利的位置。如果把未来10年的商业世界简单拆开来看，你会发现真正长期赚钱的创业大概率只会剩下3种模式。第一种，控制流量入口；第二种，打造超级产品；第三种，建立信任关系。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拆开来看。一个残酷的现实， AI 正在消灭一大批创业模式。如果你仔细观察最近2年的变化，会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， AI 并不是简单的创造机会，它同时也在快速消灭大量过去存在的商业模式。比如很多曾经非常流行的创业方向，信息差套利、简单工具软件、普通内容生产。过去一个团队做一个工具网站也能赚到钱，做一个普通 SaaS 软件也可能拥有稳定客户。但在 AI 时代，这些模式正在迅速失去价值，因为 AI 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复制这些能力。当供给无限增加的时候，价格就会迅速下降，最终大多数普通产品的利润都会被压缩到接近0。你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，一个人用 AI 2天做出一个产品，但市场上已经有100个类似产品，真正能赚钱的永远只有极少数。所以 AI 淘汰的并不是创业， AI 淘汰的是没有壁垒的创业。这也是为什么未来真正稳定赚钱的创业模式其实只会越来越集中。第一种模式，控制流量入口。在互联网世界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谁掌握入口，谁就掌握定价权。很多人以为 AI 时代最重要的是技术，但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件事情，真正稀缺的从来不是技术，而是用户。搜索时代的入口是 Google， 社交时代的入口是 Facebook、Instagram、TikTok， 电商时代的入口是 Amazon、淘宝，移动时代的入口是 App Store。 这些平台真正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只有一个，控制注意力。一旦你控制了用户进入世界的入口，你就拥有整个生态的收费权。所以苹果可以抽走30%的平台分成，亚马逊可以收各种各样的服务费用， TikTok 可以通过广告系统赚取巨额利润，因为所有人都必须通过它才能接触到用户。在 AI 时代，这种模式不仅不会消失，反而会更极端。因为当内容、产品、软件都可以被快速生产的时候，真正稀缺的资源只剩下一个，注意力。你已经可以看到新的入口正在出现， OpenAI 的 ChatGPT 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重要入口， App Store 仍然控制着移动生态的分发， TikTok 则控制着全球数十亿小时的注意力。这些公司真正强大的地方并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他们掌握了用户进入某个世界的入口。所以未来10年，如果有人能够控制某个领域的流量入口，无论是平台、社区、媒体、渠道还是 IP， 他就拥有整个生态的定价权。第二种模式，做出超级产品。如果说第一种模式是控制入口，那么第二种模式就是成为入口里的最佳选择。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，普通产品会越来越没有价值，因为 AI 可以快速复制普通能力，普通网站、普通 APP、普通设计、普通内容，这些东西的生产成本正在快速接近0。但与此同时，市场会出现另一种现象，赢家通吃。在数字世界里，用户通常只会记住1个产品，而不是5个，所以第2名、第3名往往很难长期赚钱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领域最终只剩下少数赢家。 AI 会把这种赢家通吃的模式进一步放大，因为工具会让普通产品越来越多，而用户只会把注意力留给体验最好的那个。你可以看看今天非常成功的一些公司， Canva 把复杂设计变成普通人也能使用的工具， Shopify 让任何人都可以快速建立自己的电商网站， Notion 让知识管理变得极其简单。这些产品并不一定是最早出现的，但他们在某个领域里做到了体验最好的解决方案。一旦成为那个领域的最佳产品，用户就会持续集中到你这里，剩下的2、3名就很难有机会了。第3种模式，建立信任关系。前面2种结构其实都很难，控制流量入口非常难，打造超级产品也非常难。
但 AI 时代还有第三种模式正在快速崛起，那就是信任关系。当信息变得无限的时候，人们做决策反而会越来越简单，他们只会问一个问题：我相信谁？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，越来越多的商业开始围绕个人建立，创作者、个人品牌、专家型博主、行业 KOL， 他们未必拥有技术平台，但他们拥有一种极其重要的资产——信任。当一个人持续输出价值，持续表达判断，持续建立认知影响力，信任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商业资产。你可以看到很多典型案例，比如 YouTube 上的 MrBeast， 它本质上并不是一家科技公司，但因为拥有巨大的信任和注意力，它可以卖巧克力、卖汉堡，做品牌合作，甚至推出自己的消费品牌。用户买的并不仅仅是产品，他们买的是信任。而在 AI 时代，当内容可以被大量生成的时候，真正稀缺的不再是内容，而是谁值得被相信。更残酷的一件事情， AI 时代还有一个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，未来的大多数创业其实都会失败。因为当生产能力被无限放大之后，市场竞争会变得极端激烈， AI 会让创业变得更容易开始，但同时也会让成功变得更加集中，少数赢家会获得绝大多数回报，而绝大多数普通创业者只能勉强生存。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，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我能不能做一个产品，而是我有没有站在更有利的位置。那么普通人还有机会吗？答案是可以，但路径已经变了。如果你无法建立一个巨大平台，那你可以做垂直领域的流量入口，比如一个细分行业媒体，一个专业社区，一个只服务某个职业群体的信息渠道。入口不一定要很大，只要在一个小领域里成为信息第一站，你就占据了这个领域的流量入口。如果你做产品，机会往往在细分工具，比如给跨境卖家做 AI 选品工具，给设计师做效率工具，给某个行业做自动化软件。只要在某个细分领域做到最好，你就有机会成为那个超级产品。而第三条路径其实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进入的一种，那就是建立信任，做内容，做观点，做长期价值输出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你的判断，信任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商业资产，未来10年创业的商业暗线。但如果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在 AI 时代，真正赚钱的创业其实都在沿着一条隐藏的轨迹发展，这条轨迹就是一条商业暗线。真正稳定赚钱的模式大概率只剩下3种：第一，控制流量入口；第二，打造超级产品；第三，建立信任关系。 AI 不会让创业机会消失，但它会让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没有优势位置的生意会越来越难，那些依赖信息差、效率差、技术门槛赚钱的模式都会逐渐被 AI 抹平，而真正能够长期存在的商业模式本质上只剩下3件事：控制分发、定义产品、赢得信任。所以如果你正在思考未来10年的创业方向，也许可以问自己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你的生意站在什么位置？如果没有，那 AI 时代最危险的事情并不是不会用 AI， 而是你做的生意本身就站错了位置。如果你正在创业或者正准备创业，那么你觉得未来10年哪一种模式最容易成功呢？流量入口、超级产品还是信任关系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 OK， 如果你对这种商业逻辑、科技趋势和平台战争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商业暗线这个频道，我们下一期见。